我们买衣服的时候都会去看一件衣服，它的颜色怎么样，面料是怎么样，符不符合自己。它更深层的一个价值呢，就是说能否给我们带来温暖，或者是能够夏天的时候能否给我们带来凉快，让我们穿得更舒服啊，这是第二个属性嘛。那第三个属性呢？那它穿起来能否让我们能够更自信呢？其实衣服的本质就是让我们每个人穿起来更自信，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核心、非常关键的。如果有一件衣服很漂亮，但是自己又穿得很不舒服，那自己别扭的时候，那这件衣服能够让自己穿得自信吗？我想是不可能的。所以衣服的本质真的就是提升自信。像我穿的这件衣服时间也挺久了。它是一个格子式的暗格式的，我穿衣服也是比较随和一点了，所以我也没有去多去研究自己穿的就是能否更自信，我只是觉得自己就是适合自己，但是真的适合的深层就是自信，所以衣服它的本质就是自信。那我们要重新去想象一下，如何让一件衣服变得更自信了，不单是款式和颜色上需要调整。其实我们不需要说这件服装要在款式颜色上去做的多亮丽去这方面去创新。从这个保暖方面呢，或者凉快方面去创新呢，我觉得或者是修身方面呢，我觉得现在的设计师已经能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了。那我们要往更深层的一面去看，那就是说我们穿这件衣服的一个场景是在哪里。如果我们在特定的地方穿特定的衣服，然后去做特定的事情，那随身穿的这件衣服是什么呢？可能设计师要思考的是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做出一些更特定场景的一些服装出来。这样的服装一定在市场上是有一定的需求的，因为服装的本质在改变，那就是如何去提高一件衣服，如何让每一个人穿上去都很自信。现在市面上服装是包罗万有，有许多，每年都不断的在出新款。那我们要如何去做？就是往这个方向，帮助客户提高自信，制定出各种场景的服装。我想，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品牌一定是能够一炮而红的。那我们可能会去想在一些高端服装上，可能就会有各种场景的定制。那其实场景定制不限于高端服装，真的不限于高端服装。工作中，我们生活中我们今天要去聚会，我们聚会穿什么服装？我们现在在工作，我们工作穿什么服装？我们现在要去散步穿什么服装？虽然是有很多，但是专门做一系列的真的很少，这需要花费很大的一个精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家工厂它可能生产不了那么多种场景的服装。我是做过服装的，我非常清楚这一点，因为服装都是流水线生产。你如果说一条流水线，一会儿做这一款服装，一会儿做那一款服装，那就会增加服装的成本。如何去解决这一点？我想呢办法是一定有的，绝对是有。虽然我暂时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也有些是我刚刚脑海里闪现出来的，就是说多家工厂合并来做这个事情，或者是一家工厂搞多几条流水线不同的流水线做不同的产品，这个是可以但是这可能不是终结的解决方式。我们刚刚也有点扯得太远了，就把生产这个环节也谈上去了。那既然把生产这个环节谈上去的话，那我们就讲一讲一件服装它是怎么来的吧。服装更多的就是纺纱材料就是做出来，纺纱材料就是蚕丝嘛，蚕丝纺成纱，纱再去印染之后成了布料之后再经过裁剪经过设计裁剪，最后再经过缝衣工把这件服装制作出来。服装的大致流程就是这样。那中间有许多的工序我们是没有看见的。那如果以后出服装的话，其实我非常看好就是 3D 打印服装。3D 打印真的是颠覆了传统的制造行业。就像我刚刚讲的服装行业，一件衣服从无到有，它要经过许多的工序。那 3D 打印它一气呵成就能够生成一件服装。那这个过程中呢，真的是颠覆了传统行业。我在想呢，在以后 3D 打印这个方案呢，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取代传统工业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我在想呢，只有 3D 行业能够打印出一件
让客户更舒适、更舒服、更个性化、更定制化的一个产品。只是说现在这个成本还是比较高一点，但是随着这种技术的普及，我相信它的价格一定会降得很低，而且是低到比现在传统工业还低，因为它中间减去了太多的工序了。所以我觉得以后生产衣服可能需要1到2个工序吧。一个工序呢就是设计嘛。那设计有可能开始的时候就是人工设计，人工为你设计你适合穿哪一套衣服，让自己更自信。那更进化一点的，那就是通过人工智能或者是大数据来进化和匹配出自己更合适的一些服装到时候就可以就是说自动生成这一块呢，我相信马上就可以实现了，而且实现人工智能设计的这一块的可行性还是特别高的，因为它是可复制性的，毕竟这个需求量特别的多，每个人除了高低胖瘦没有其他不一样的，对不对？都是一样的，所以这样子就它的可行性就非常高，不用说我一会儿要匹配一个老虎的衣服，或者是匹配一个大象的衣服，那是穿起来就不一样，或者是匹配一个小鸟衣服穿起来不太一样，对不对？那我们更多的需求还是我们人类嘛。那所以人工智能这一块呢，对于服装的设计这一块呢，我相信在未来不久它将迎来一个非常大的爆发点，所以我相信这一块它很快就会实现，加上 3D 打印的普及，那么这一块呢肯定会代替传统的工厂。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